大家好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。在我为大家介绍的 Costco 特价商品的时候，经常有一些打折的炊具。今天的视频跟大家推荐一下这几年我在 Costco 买到的比较满意的锅。无论是 Costco 或者是其他商家出售的锅具，无外乎就这几种，即不粘锅、铁锅以及不锈钢锅。其中的不粘锅呢，种类五花八门，有陶瓷涂层的、矿物质涂层的，以及最常见的化学涂层。比如前几周清仓特价的这款表面是3倍强化矿物质涂层的不粘锅，尽管它的外部是硬质阳极铝外壳，高度耐磨，但是它的不粘锅性能依旧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而变弱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现在多数的不粘锅上面都有注明不含有 PFOA， 即生产过程当中不含有这种有害物质的释放，但是并不代表它不含有 PTFE， 即聚四氟乙烯，它是不粘锅涂层内的主要化学成分，在高温下会分解出有害的物质，所以不粘锅不易高温，涂层破裂后它的寿命也就终止了。如果使用正确的话，不粘锅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。所以面对市场上各种各样的不粘锅，完全没有必要花高价钱去买贵的，在使用2-3年后肯定是要更换的。如果要买，我就推荐 Costco 这个一组3件的 T5 不粘锅。这个锅打折的时候还不到30元，性价比无疑也是最高的。它的特点是轻便，非常适合少油的烹饪，清洁和使用的时候稍加注意，它的使用时间还是挺长的，用2-3年应该没有问题。其他品牌的不粘锅寿命也大都在3年左右。铆接的柔软触感硅胶手柄在炒菜的时候也很方便。这个锅中间的热量指示器会显示出平底锅何时可以达到预热，就是锅中间这个红圈内的深色小点儿。当不粘锅预热到它所能承受的温度时，中间这些深色的小点儿就变淡了，这个时候就不能干烧了，否则对涂层会造成损害。一般来讲，不粘锅不需要开锅，清洁一下就可以直接使用了。但是我查了一下，有的人建议第一次使用的时候最好将淘米水烧开，这样能够更好的清洁一下锅出厂时在表面所含的有害物质。淘米水烧开后将其倒掉，然后等不粘锅完全冷却后再用清水清洗一遍，再放回炉灶上擦干水分，开小火稍稍温热后滴几滴植物油或者是猪油，用厨房纸轻轻地擦拭锅的表面，将每个角落都涂抹到，这样会帮助这个不粘锅的使用寿命会稍稍长一些。T5 的不粘锅在使用过程当中一定要切记不能够干烧时间过长。它虽然说可以耐500华氏度的烤箱，但是不建议在烤箱内使用。它的不粘涂层经不起大起大落。除此以外，它的不粘效果确实是显而易见的，尤其是忙碌的早上用来做早餐再适合不过了。煎鸡蛋、煎面包快捷又方便，用后清洁起来也快。如果早上用铸铁锅或者是不锈钢锅，清洁和保养还要花点时间。要注意的是 T5 的这个不粘锅底部特别薄，升温快，在烹饪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火候的掌握。下面介绍的 Lodge 这个铸铁锅是我在 Costco 买的最划算的一套锅。这一套内带2个煎锅以及1个炖锅，外加1个锅盖，都是26厘米的。几年前我是99元购入的，目前肯定是不止这个价钱了。现在 Costco 有一款打折的，是1组2套的，材质及性能都是一样的。Lodge 是美国的百年品牌，均采用纯铸铁材质打造，所以这个铸铁锅也比较重。除去这个重量因素，铸铁锅的好处非常多。它良好的密封性可以引导出食材原有的美味和营养，而且它不含有化学涂层，长期使用不用担心像不粘锅那样带来健康隐患。其实铸铁锅是非常适合中式的熬汤、煲粥、炖肉等，甚至有的人习惯用它来焖白米饭。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铸铁锅养护比较麻烦，用不好还容易生锈，但是如果保养得好的话，这个铸铁锅是可以长久的用下去。铸铁锅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开锅，开锅的程序大多都是3步骤：清洁、煮水、涂油。
这套里面的平锅，我就是因为没有开锅，后面保养的就不是太好。这个深锅和煎锅都开锅了，所以目前状况还不错。开锅煮水的时候就用清水即可，水煮开后再次用软的洗碗布将锅清洁一遍，然后擦干，将锅的里外部都涂上植物油或者是猪油。涂抹的时候一定要将锅的里外都涂遍，特别是边缘的地方。其实烙制的铸铁锅在制造过程当中已经将植物油烤入铁质的毛孔中，以起到防锈不易粘锅的作用。但是它的不粘效果肯定是不如不粘锅，需要日后的不断维护保养才能够将其不粘的效果提高，所以开锅养护就很重要。涂好油的铸铁锅放入预热350华氏度的烤箱中烤30分钟，这样的加热过程可以让油更加好的渗入到铁质中，产生油膜，起到养锅的作用。这样开锅后铸铁锅就可以使用了。这个深锅我多数的时候会用它来烤面包。铸铁锅不但能够使食物均匀的受热，它还能够把锅内的温度恒定在230度左右，放在铸铁锅内烤出来的面包非常松软。这个平盘铸铁锅就是没有养护好，上面的颜色有点斑驳，但是依旧不影响它的性能，用它来烙饼是最适合不过的。尤其用它来做鸡蛋灌饼效果最好。它温度升起来虽然没有不粘锅那么快，但是一旦温度上来后，它的储热性要比不粘锅稳定很多，鸡蛋灌饼的饼胚很容易就膨胀起来。这个鸡蛋灌饼我经常做，用的是小高姐的方子，目前用这个铸铁锅来做100%成功。不过在加入内馅的时候，我稍稍改良了一下，倒入蛋液之后，我又习惯加一点芝士碎，这样芝士受热融化后就能够把灌入蛋液这个封口给封住，避免了像我这种小白在翻面的时候蛋液流出来。除了鸡蛋灌饼，其他的煎饼这个平底锅更不在话下。同时铸铁锅的储温性也非常好，关火后锅内的温度会持续一段时间才会慢慢的降下来，烹饪完食物留在铸铁锅内还能够起到保温的作用。用铸铁锅烙出来的饼感觉比不粘锅做的要更加的有饼味儿。铸铁锅的另一个特点是有时候可以一锅到底，就是可以适用于燃气炉，可以用于电磁炉，还可以放入烤箱内，用它来做披萨，连盘子都省了。将披萨饼胚放在铸铁锅上面，抹上酱料，再摆上自己喜爱的肉类蔬菜，随意加添芝士的多少。烤好后直接出炉，端上桌就可以吃了。这套里面的这个平底锅用它来炒菜最适合，虽然说不粘锅炒菜很方便，但是不建议经常用。为了长期的健康考虑，还是要试着习惯用铸铁锅来炒菜。从简单的煎鸡蛋，或者是烤三文鱼、煎牛肉，这个平底锅都没有问题。只要养护得当，它的不粘效果绝不输于不粘锅。铸铁锅的清洁就是每次用后一定要等它完全冷却后再用清水清洗，不要用洗涤剂，就是用抹布或者是用丝瓜条来慢慢的擦拭清洁。清洁后一定要用干抹布擦干，或者是再用烤箱烤干，避免任何水分的残留，以免生锈。习惯之后就会觉得铸铁锅的养护就是随手的事儿，而且越用越顺手。希望我自己使用不粘锅及铸铁锅的经验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。关于这两种锅使用更专业的知识，大家可以上网上搜索，也欢迎留下宝贵的意见。以后的视频我还会为大家分享我在 Costco 购入的珐琅锅及不锈钢锅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